大家好，我是七七，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道小菜，就是日式的茶碗蒸。这个蒸蛋也是我吃过的非常好吃的一种蒸蛋的方式，也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分享给大家。虽然说呢看似普通，但是加上一点小心思，就可以让它的口感变得更加惊艳，吃起来就是那种入口即化的鲜美滑嫩。那我们就开始做吧。今天做蒸蛋需要一些日式高汤，所以先煮一些备用。昆布不用洗，用纸巾擦掉灰尘就可以剪成小块了。煎好的昆布加水放入冰箱冷藏浸泡1个晚上。第二天把昆布连同浸泡的水一起倒入小锅里，开火煮沸之后就可以把昆布取出了。接着调整成小火，放入柴鱼片，煮大概1分钟左右，撇去浮沫。柴鱼片都沉底之后，就可以来过滤汤汁了，缓缓的过滤，这样整个的汤汁也会更加的透明清澈。剩下的昆布跟柴鱼片还可以煮2次高汤，但是尽量当天就把它用完。加入一些日式高汤，浸泡一下香菇。虾子去掉头，拽出虾线。水差不多煨开的时候，就可以放入虾，大概煮个1分钟左右，捞出。捞出之后过一下冰水，这样子的话，整个的虾肉更加的弹嫩，而且虾壳呢也是可以听得到的清脆。调好味道的虾仁就放在一边备用。筷子压低一些，轻轻的把鸡蛋打散。当然，你也可以用刮铲来操作，都是可以的，就是尽量不要出太多的泡泡。用刮铲把蛋液和高汤混合均匀，这样子的话呢，也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泡泡的产生，最后的鸡蛋也会更加的细腻。蒸鸡蛋的时候，我们来制作一下，等一下用来淋在鸡蛋上面的薄芡。加一些味淋，除了可以去腥增香之外，还可以给薄芡增加光泽感，让它看起来更加的透亮。熬煮到这种有一点点的浓度、稠度就可以了，也不需要太过于稠了。蛋液基本都凝固之后，就可以放入已经入味的虾了。接着就再保持小火蒸1分钟左右，就可以取出了。淋上刚刚熬煮好的薄芡，这样蒸蛋看起来更加的有光泽感，非常有食欲。
小小的一碗蒸蛋，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小巧思的，但是这些小巧思也可以让这碗蒸蛋吃起来更加的与众不同。那也希望大家会喜欢，我们就下期见吧，拜拜。